大家好，我是天津森特奈电子的李正辉。今天我将给大家介绍的是如何在欧姆龙 Sysmax Studio 编程软件中组态我们森特奈的符合 EtherCAT 协议的总线模块的方法。在本例中，我们使用的是欧姆龙 NX1P2 系列 PLC， 连接了一个森特奈 EL 系列16路输入模块、EL 系列16路输出模块以及 CM 系列16路输入和16路输出混合型模块。此时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未组态前，模块上的 bus 灯是熄灭状态，表示模块处于初始状态，并没有和 PLC 进行通讯。下面我们进入组态过程。首先打开欧姆龙编程软件，点击新建工程。在工程属性栏，我们可以自己设工程名称。在选择设备处，我们可以选择 PLC 型号，设备 NX1P2 9024DT， 版本是 1.16， 点击创建。在左侧配置和设置下边找到 EtherCAT， 双击。下面我们要安装森特奈的 EtherCAT 模块的 ESI 文件，点击右键主设备，显示 ESI 库，点击该文件夹。在打开的文件夹中，我们将森特奈提供的 EtherCAT 模块的 ESI 文件拷贝到该文件夹中即可。这里我们已经拷贝进去，点击关闭。在导入 ESI 文件之后，需要重启软件，更改才会被应用。这里之前已经拷贝进去了，所以我们不再重启软件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在工具箱一栏全部供应商下方，我们可以找到天津森特奈的这个公司名称，下方将显示森特奈所有的 EtherCAT 模块的型号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组态，组态方法呢有两种。我们先介绍第一种。第一种就是根据实际模块的连接顺序，依次将右侧栏中的对应型号拖拽至中间界面的主设备下。本例中，我们 PLC 连接的第一个是 EL 系列16路输入模块。我们把该模块拖拽到主设备下。第二个模块是 EL 系列16路输出模块。此时我们也可以采用双击的方式。第三个是 CM 系列16路输入和16路输出混合型模块。好，将模块拖拽完成以后，在每个模块的前方，我们看到都有默认分配一个节点地址。这个节点地址我们可以自己任意更改，具体方法是选中这个模块以后，在右侧节点地址处进行更改。这里我们就使用默认的分配的节点地址1、2、3。下面呢，我们要把节点地址写入到设备中。具体方法是点击控制器在线，好，此时已经转至在线。这时候右键主设备，写入重设备节点地址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值一栏
这个代表是模块之前它的节点地址。这时候我们要把每个模块的节点地址更改为之前设置的节点地址，然后点击写入。修改完模块节点地址后，我们要重新把模块断电重启。此时写入的地址才会生效，这样模块的组态方法就完成了。这是我们的第一种组态方法。除了上述直接拖拽的组态方法外呢，我们还可以进行一种在线的自动检测。首先，我们先转至离线，点击控制器离线。好，我们把之前的组态删除。此时我们再转至在线，转至在线以后，点击主设备右键，与物理网络配置比较和合并，然后选择应用物理网络配置，点击应用，最后点击关闭。此时模块组态已经完成。如果我们要继续更改节点地址的话，方法和之前第一种的组态方式是一样的。好，组态完成以后，我们要进行模块 I/O 地址的分配。我们双击左侧的 I/O 映射，要更改的话，必须转至离线，点击控制器离线。对于第一个输入模块，其中带有 reserve 标志的是无效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只有 byte 0和 byte 1这两个有效，所以我们直接在 byte 0和 byte 1后边设置变量，比如我们设为 x1， byte 1设置为 x2。此时我们可以看到，字节0和字节1都分配了对应的变量给对应的 I/O 点。同理，对于第二个输出模块，我们直接在 byte 0和 byte 1后边设置变量，比如说是 y1、y2。同样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16个输出点都已经有对应的 I/O 分配。对于第三个模块16路输入和16路输出，其中输出 byte 0和输出 byte 1，我们可以设置变量，比如 y3、y4。对于输入 byte 0和 byte 1，我们设为 x3 和 x4。我们可以看到16个输入点和16个输出点对应的 I/O 都已经设置完成。好，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变量来进行编程了。最后，我们要将工程进行下载，点击控制器在线。继续点击控制器，传送中
点击传送到控制器，执行。好，此时 Sentinel EasyCAD 模块就组态完成。这时我们可以看到模块上的 Bus 绿灯已经点亮，说明模块处于 OP 状态了，可以和 PLC 进行正常的通讯了。好，今天就如何在欧姆龙 Sysmax Studio 编程软件中组态我们 Sentinel 的符合 EasyCAD 协议的总线模块的方法就介绍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